川普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那个是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啊。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伊朗的战情，尤其现在最新川普的放话要抹除掉整个伊朗哦。那么伊朗现在则是喊出要圣战，洲际弹道飞弹预估他说了可以飞到射程到纽约跟华盛顿。以色列的部分则是开始备战7000枚的飞弹，中国大陆则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来压境吗？中东的开战倒数，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波是真的会把它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的飞弹持续的搬进中东吗？那如果真的搬进来的话，美国的林肯号即将到的林肯号还是王牌吗？还是成为一个废铁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军武面的关注。再来看到是川普现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来就是林肯号也快要到中东地区了，他到底会不会按下一个开战的关键呢？还是演一出吓人的心理战而已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当伊朗喊着要圣战，以色列则是传出要对伊朗打7000枚的飞弹，这一场仗可能从哪一个点会开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还是以色列会来先做清算？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东战事随时引爆，因为川普已经说过，他很快就会下令对伊朗来做动手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只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来自以色列的说法，我们愿意承受来自伊朗700枚飞弹的轰炸，也在所不惜。确实，现在伊朗已经做好了这个完全战争的准备哦。伊朗现在说呢，正在为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做足了准备，这是来自于最高领袖哈米尼军事顾问说的，并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你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了。接下来，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士兵上去，一起共同发起圣战。我们要来看到除了在这个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话，在军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动作了。目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伊朗在获得了俄罗斯的批准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范围是足以涵盖在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的，这是来自于 X 账号的最新报道。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增调它的防空系统来到中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又有什么的新进展呢？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 X 的账号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大陆的各种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飞弹在内已经逐渐的往伊朗这边送过去。X 博主 War 也特别做爆料了，大陆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陆的红旗9B 防空飞弹系统之外，还有至少16架的中国军用运输机直忙的奔往德黑兰。而川普最新发文，他也说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说，你们要把我暗杀的话，你的伊朗就会从地表被我们美国给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确实在军事上，刚刚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准备，美以在军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戒备跟部署。来看到的是，美国做的是最新向中东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的飞弹防御系统之外，还有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也抵达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美军的 F-15战机预估会集结总数达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号预估在这几天就会正式的到达中东，以色列也喊话可能会发射超过7000枚的飞弹，现在都已经对准了伊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巡弋飞弹DF-26等等，还有它的红旗9B 的话，真的进到中东，那么美军的航母，尤其是林肯号，还敢不敢靠近？这些武器能够把航母给击退吗？将军怎么看？
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还有美国这3个国家哈，真的是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3个国家情势有误判的话哈，极可能就擦枪走火。因为伊朗现在从上次的暴动事件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将它形容成一只已经受了伤的野狼哈。这个受了伤的野狼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现在正在这个也是在惊慌失措当中。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刺激，它可能反扑的力量是会很大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历来从几次的中东这个以阿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埃及国家或者是说阿拉伯国家对他发动攻势以后，他才采取防御式的反击。他通常都一定是先发制人，因为他的国土战略纵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伊朗有个风吹草动，那以色列会不会就采取以往的战略先发制人？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也处于在这个受伤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美国这时候对他有任何刺激，他会不会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对以色列或者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各个基地来实施发动攻击哈？那当然，这一波来讲，我们从之前有听说过，中国将这个这个红旗9这款导弹运送到伊朗，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为红旗9属于防御性的武器，它属于这个区域防空的一个导弹，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将它护卫到它的德黑兰或者是它核设施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来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防空，当然不可能达到全国都防空，可是对这几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只要防护它自己本身领导阶层，避免被斩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如果说将东风26、东风27，还有鹰击21这几款的这种大杀器，如果说提供给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为这个按照地缘战略来看的话，中国目前也不太愿意将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头，得罪美国因为毕竟来讲，美国是最大一个这个对中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不愿意不管在经贸或者是地缘上面跟美国结下这么深的仇怨。那因为这几种武器确实是大杀器，如果说搬到伊朗去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航母我认为是确实是不敢靠近，因为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岛链附近了，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甚至于在南海那边，我们看到因为中国有东风这个26、鹰击21等等这些导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大概都在这个南海的南边这个很少靠近北边，因为他也担心如果说是万一一个擦枪走火，他会承受不住这些攻击。这几款的导弹有几种特性，第一个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没有办法去拦截的。第二个它都是会变轨的，所以你更难拦截。那你可以说这几款导弹有没有打给美国看过？我特别要讲，还真的打过，而且还真的打中过靶船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分别从中国的这种东南部会，大概是江西这个地方的导弹发射阵地，跟这个它的西北地方甘肃这边分别发射2枚不同款式的导弹。那在同一个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射，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这几款大杀器，我想说中国大陆不是在吹牛的，它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不愿意去赌这个。那在中国或许双方还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层通话来处理一些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如果说是美国来讲没有办法通话，那可能所要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会将这几款大杀器提供给伊朗。好，针对看起来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大陆或许看起来还是会特别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还是不愿意提供给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美国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刚刚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还有中国大陆给的武器之外，我们来看到美以现在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这时候川普也喊话了，他说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说有可能暗杀他的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情报，他自己得到的情报。那他也说了，他已经
经下达命令了，一个密令。如果说他被暗杀的话，他就会把伊朗从地表上抹除掉。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发言。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来做准备呢？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国的官员自己证实的，向中东地区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防空系统，还有刚刚讲的反无人机系统 F-15战机林肯号，还有以色列的7000枚飞弹。林肯号都快要到了，川普现在是准备开打了吗？或者是说他还在等什么？那伊朗说他有可能发动的这个圣战，有没有可能扩及成全球恐攻？赖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川普讲的那个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因为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去把这个8800万人都杀光？这怎么可能？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包括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波及，怎么可能？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因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总统，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密令，把这个伊朗从地球抹平。所以这个是讲幼稚的话，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没有意义。而讲的这句话会不会就把伊朗吓死了？也不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的动作，把爱国者导弹、把萨德系统，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统装上去，把这个雷射反导无人机的系统装过去，这个都是属于防卫性的。防卫什么？当然就是要防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不管是在卡达、在科威特，到处都有这些军事基地。那问题就在于，因为伊朗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很准确的打击到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采用这种中程的精准式的超高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采用无人机，都可以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放到这边来，所以这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攻击性的东西。您提到了有关于 F-15战机向中东集结25架，美国去抓一个马杜罗，一个人跟他太太2个人，一男一女，就抓这个马杜罗，他就要出动航母战斗群，而且是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舰，然后出动多少战机呢？150架的战机，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预警机，还有包括电子干扰机，再加上无以胜数的空中这个无人机。你想想看，150架战机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委内瑞拉，才抓2个人。你要用这些战机，就要把16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万人口，革命卫队就已经将近20万人，民兵还有60万人的这个大军，你说要用这一些一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再加上这几架战机，然后就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要，你姿态也摆认真一点，我就会觉得。川普，你认真一点，你真的认真一点。你在委内瑞拉你都搞这么大阵仗的，你到伊朗这个摆这个阵仗没有意义。那以色列说我用7000枚导弹打你，他这个是威胁性的。为什么威胁？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本来就是这个川普要打你，我还劝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导弹来伺候你，那这个还是威胁性。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并不支持川普在这一次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话啦，就是做一个防御性。他说7000枚的导弹准备对准的是伊朗。那他也说了，你伊朗随时打来700枚都没关系，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有没有可能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谁会先发制人？委员又怎么看？
谁会先发制人啊？应该要看美国怎么发制啊，跟以色列、伊朗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弹道导弹的攻击啊？这个以色列自己来盘算，大概拦截个80%左右，还有200多枚可能会击中。那击中的时候是击中了重要的地方还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会击中重要的地方，9%击不中那个重要的地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攻击，以色列要不要承受？这以色列自己盘算。那从美国来讲，客观的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攻击伊朗几乎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对哈，因为他战略上不会去说我要消灭8000万人啊，或者什么革命卫队，他战略上只有2个，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头大概50个全部铲除，有没有这个能力？要看他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准不准啊。如果像珍珠党的话，那准得不得了，那是50个教士集团头子可能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这政权都改变了。第二个革命卫队大概就50个头。这50个头如果一夜之间被消失，像那个叙利亚民兵一样，那就解决了。所以看他到底情报有多准，如果情报不准的话，那可能还要来个第2次、第3次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战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卫以色列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那伊朗当然有很多的飞弹导弹，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厉害，为什么？因为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很讨厌，加油啊，加燃料要加个1-2个小时才能够发射，它不是固态拉出来马上能够发射，这一点是它的短板所以液态的比较容易侦测那上一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本上美军跟英军没有出手，没有空中拦截，所以才比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导弹的数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对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场谣，要说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朗，目的要铲除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的满清末年了，坦白讲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了。那至于刚才厉将军有提到说中国会不会介入，不会的啦。中国没那么笨去扶持一个满清末年的王朝，绝对不可能嘛。何况那些武器都要中国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国，那中国有本事连台湾都不敢这样打了，还敢去帮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对不对？所以我是讲过，在台湾都不敢打，怎么可能去帮伊朗打？不可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在中东的战事，川普现在喊了救兵已经在路上了，盟友却在此刻踩下了刹车。我们今天也要来看，大家在关注说美军的战力在伊朗附近到底如何，但是现在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完全看不到任何美军的航母。那么伊朗方面则是部署了各式的无人机来压境。今天也会特别来解密这个是伊朗的王牌无人机师团的战力到底有多强。中东现在似乎已经走向谁先开枪谁输的一个争死局当中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注到的是川普的最新喊话。面对现在伊朗内部各种的流血冲突持续的扩大，他已经怒批伊朗在进行的叫做无意义的杀戮，所以川普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他决定取消任何跟伊朗官员所有的会面。他也说了，对德黑兰发出严正的警告，他说救兵已经在路上往伊朗的方向去了。川普也对目前在伊朗的这些示威者喊话，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记下目前打你们的凶手还有施暴者的名字，未来我会对这些人付出，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也提醒了伊朗当局说，伊朗，你这周只要开始绞死这些抗议者的话，我们美国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一回川普的话喊得非常的狠，但是在军事上的行动到底如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多。尤其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军事现实，就是目前美国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领域，完全看不到任何要开战的迹象吗？这是一个问号因为呢，现在根据了解，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不管是运输机或者是加油机，甚至战机，更没有看到任何的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周遭。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也直接做了一个分析，
报道说，即便美国后来决定呢，他要出动他的航母，但是最快也要数周、好几周的时间才可能抵达伊朗的附近，而最可能派出的就是林肯号。好，看得起来海上跟空中没有太多的布局，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巧巧的动作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府这边最新呢，已经在中东布局的是它的新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款无人机是高度仿制伊朗的主力战机的，也就是见证者136，也就是可以显示说，目前美国的战斗方式已经逐渐走向比较低成本、可以大量消耗的这一些武器。再来，我们看到军事面，美国持续对伊朗贸易国课征25%的关税，背后评估它为的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因为对于伊朗课征这25%的关税，目前看起来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过也有分析特别指出，这个川普啊，你看起来是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专家痛批说，数十年来就是因为你美国对伊朗实施这种全面的制裁，才会压垮伊朗今天的经济，还有包括引爆今天的民怨上街头。根据估算，伊朗的人民的人均 GDP，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12年当时还有$8000以上的。到了2024年，只剩下$5000左右了。这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世银做的统计。而2018年之后，石油出口更是在美国制裁之下暴跌了最多80%，国库每年损失竟然高达数百亿美元。川普这回说要救伊朗，到底是谁害了伊朗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川普现在喊说随时开战，但是美军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集结，真的会开战吗？还是对伊朗、对中国做出一个高度的政治恫吓而已？委员怎么看？对，我想美国对付他的敌对政权哦，其实美国自己的工具箱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讲得更直白一点呢，就是美国有各种花样的菜单存在。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哦，他已经采取了几个不同的方法去对了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他采取的就是外科手术式的直接的斩首哦，那么直接把人带走了，然后呢，整个委内瑞拉政权就瓦解掉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说，面对伊朗哦，美国恐怕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把戏哦，就是说你今天要用这种猎杀对方或者是逮捕对方领导人的模式，你已经用过一次了。伊朗又不傻，他看到你怎么对马杜洛的，该躲的都躲得好好的，你放心。然后该有的这个保镖啦、忠诚度可能要重复的反复确认过，所以你要再用同样的方法重施故技，恐怕也不容易。那你上一次是用长城奔袭的方式去轰炸伊朗，可是问题是你用轰炸伊朗的方式，就算你斩首了这个哈梅尼好了，但是问题是对哈梅尼来说，他就算被斩首了，整个伊朗的神权政权还是存在的啊。你最近光看到伊朗的这个议会的议长说要跟美国就是势不两立到底了，所以你就杀了一个哈梅尼，也不能够解决整个伊朗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他要用外科斩首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啊。不管你是要用轰炸机去轰炸，你要用这个无人机，你要用这个CIA 跟摩萨德的力量想办法来猎杀伊朗的领导人。对于你要取得伊朗的政权的主导的这个地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哦。那么你只会加深整个这个伊朗的反弹，然后这个激化整个伊朗的报复的行动，那整个中东就是遍地烽火了。那第二个，你看到说他军事入侵也不容易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看到了，他并没有航母部署在那里哦，又跟当时的这个委内瑞拉不一样啊，人家那个时候航母已经部署得好好的了，该有的都在那里了，而且委内瑞拉好歹也是在南美洲，距离美国虽然不是很近，但是也不太远啊。可是中东是很远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把你的部队投射到那里去，你这个时候要用军事入侵，你怎么入侵嘛？就你不可能就靠以色列的部队来入侵啊。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军事入侵也不行哦。那么我现在的初步的判断哦，我认为美国要用的是它工具箱的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它过去最长期以来最熟悉的工具，就是用他长期以来布建在这些国家的，比如说年轻人啦，或者是反对势力，开始要发动政变，要推翻这个政权嘛。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是遍地烽火的暴动啊，反政府的暴动啊。这些反政府的暴动怎么前几天不暴动，1-2个礼拜前不暴动呢？怎么忽然之间就来了呢？这就像当年的颜色革命我不断的强调说，这是美国 CIA 最喜欢玩的把戏。台湾的太阳花革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香港的雨伞花革命是怎么来的？全世界这么多花的革命到底是从哪来的？
这就是 CIA 长期以来布建在每一个国家、布建在学生的团体里头、布建在这个社会的深处。当这个 CIA 要唤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伊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 CIA 跟摩萨德大概已经把他过去长期以来布建的所有的这些种子全部都一次点燃，然后造成了整个伊朗的天下大乱，所以伊朗才会开始采取军事镇压行动。那现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又要当好人哦，讲这种风凉话，说我们就在路上了哦，你们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好歹也讲一下啊！你现在是绕到了哪里？至少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路上啊，美国还没上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这个喊话是什么？就是喊给这些暴动的人听啊，说继续暴动到底。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来的。至于说这个迟早有多迟多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伊朗这一局里头，美国最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到巴勒维王朝又开始出来讲话了。当年巴勒王朝如果干得好，他就不会被推翻了。但他当年就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必须要警惕啊。美国现在川普在玩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游戏。他对于他现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川普也是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在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做的是不断的砍断中国跟俄罗斯的盟友，想尽办法的一个一个砍。我认为人家砍了，再砍伊朗，那下一个是谁呢？所以川普已经讲过了，金砖国家就是反美的军事同盟。他现在在做的就是瓦解金砖势力。所以当他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经掌握了石油这个生产了，他掌握了委内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美国自己本身也是石油输出大国，所以当他都掌握了这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要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叫板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恐怕要在这个时刻恐怕要有警觉心了就是说这现在恐怕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去牵制住美国的势力，否则当美国一个一个的斩断掉这些金砖国家的盟友的时候，最后就剩下这几个国家了。那个时候美国可以磨刀霍霍、好整以暇的来对付他们了。好，确实目前针对这一场暴动背后是否到底有没有这个美国 CIA 跟摩萨德的影子，其实外界也都在高度的怀疑当中。那目前确实这一场示威暴动，目前已经造成了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死伤人数，包括了数百人死亡，还有数千人被逮捕。面对现在整个暴动，可以说示威活动已经完全的失控了。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针对这些示威民众，还有针对于美国，他们也开始祭出了各种的反制动作。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当局最新用的方法，就是他们祭出他的军用无人机，部署在各大的城市，以无人机对民众来进行攻击。德黑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网络干脆都切断，让这些暴动的民众再也无法跟外界做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这次祭出的无人机，其实伊朗的无人机的战术过去就已经在许多的实战当中有特别的去使用过了。我们来看到几个例子包括了在第一个两伊战争期间投入实战，第二个他们也曾经透过电子战捕获美军的 RQ-170哨兵，还有他的 NQ-9死神无人机。胡塞组织也多次的使用无人机来突破沙烏地和阿联酋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去年，今天我们会来特别看到的是伊朗海军宣布成立的第一个海军无人机师，它是隶属南方舰队的，那构成了整体的舰载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到底战力有多强？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评估。看起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现在有许多的国家也站出来跟川普说，其实伊朗真的没有这么弱，劝你不要去进攻。最新消息是美国的 NBC 做的报道，现在包括了以色列还有多名的阿拉伯官员已经私下跟川普政府说了，他说伊朗政权没有虚弱到你美军可以一击就致命，所以你不要去攻击吧。同一时间，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跟卡达等等的这些海湾国家也同步游说川普不要开战。我们先来看看伊朗无人机加上电子战已经高度成熟了，如果真的开战，美以还能够速战速决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那个伊朗的无人机部队它有4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很早以前它就专注在这方面。所以去年他们海军南方舰队成立了无人机师部队，对不对？那你就晓得说，其实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功夫，而且他们的防御网竟然可以捕捉到 RQ-170，还有 MQ-9死神。死神是最难抓的，
他竟然可以抓得到，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电子瘫痪跟电子反制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今天美军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就是说进袭德黑兰的话，你会遇到的抵抗跟遇到的防御，绝对不是委内瑞拉可以比较的。这一点必须要先厘清这个观念。所以川普他现在不是闲没事做，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打这一仗，这第一集要怎么打。当然我们昨天讲过，林肯号虽然不在荷姆兹海峡，也不在红海，也不在波斯湾，因为林肯号它现在正在应该是南中国海最近大家要赶过去的话，大概也要3-4天。那如果没有航空母舰的话，美国当然还是有别的手段，派出逆中轰炸机，或是派出隐形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等等。可是这样子对于教训伊朗恐怕不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部队调动。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比如说像特种部队好了，你要有真实的动作，或者是说像入侵阿富汗或入侵伊拉克一样，真正的部队调动，那个就会被国际媒体的注意力给放大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不认为美军有真正实质占领的动向。反过头来，我们来讲说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伊朗有多少无人机？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我们账面上看得到的无人机有2000架，就跟它的飞弹一样，有2000枚一样。那事实上，据信超过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这一次他才能够拿来对付老百姓。他用军用无人机的规格去对付10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所以你就晓得说，他们的无人机储备是非常足够的，绝对比他的核子能力还要高超的许多。那美国如果今天有实质的入侵部队去进到德黑兰的话，绝对不要再重蹈1980年鹰爪行动失败的前提。鹰爪行动是美军灰头土脸、一败涂地，为了去救被何梅尼去软禁的55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馆员然后8架直升机在伊朗沙漠里面撞成一团，以悲剧收场。那这次如果美军还要在伊朗沙漠，其实我老实讲一句，很投鼠忌器，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所以这次如果他真的要去进攻德黑兰的话，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是不是斩首哈米尼？如果是斩首哈米尼的话，那单纯的多；但如果不是，是要推翻整个那个神学政权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复杂许多。所以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为止不敢轻举妄动是有原因的。至于今天可能会什么？今天可能会正式在那个德黑兰处决一名才26岁的青年，采取公开处决。公开处决是什么方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传统习惯的用起重机的吊架把人给吊在大概3层楼、4层楼的半空中给所有人看，而且他经由这个电视台发送到全国各个角落，这叫公开处决。那这个年轻人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很快就会有画面。我是奉劝伊朗，你不能用无人机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公开处决反对你的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政权哈米尼恐怕不能够再持续下去，因为国内的反对声浪恐怕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讯息，为什么？因为伊朗官方已经把所有的讯息屏蔽了，30%以上的这些讯息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内部我们真的看不到实况，这是让人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好，内部的讯息整个被封闭住了。那这场示威暴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话说，救兵已经要逐渐到了，说是要救这些示威者。但是同样时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也出来酸川普说，现在伊朗的经济搞成这样子，是因为你数十年来对我们寄出的各种制裁，结果你现在反而说要救我们，是不是很讽刺？岳老师怎么看？
我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话呢，感触非常强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然后现在的话呢，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我算了一下，将近47年的时间，这么长的话呢，那么伊朗能够撑到现在的，基本上它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了。那么神权国家的话呢，你这边问的问题讲到用人权来批评神权国家，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对于我们宽容与多元文化的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神权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神权，既然是神权，来讲什么人权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川普讲的话呢，我分成几点来讲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他吹牛的成分比较大了啊，因为他不敢陆战啊，因为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啊，伊朗很大，而且有8000万人啊，对不对？而且长期来讲，他的革命卫队的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情况蛮好。另外，最主要是我们对他情况下不知道啊，它里面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有一个名词叫孟加拉模式，就是伊朗这次在暴动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伊朗的革命卫队，至少有一个上校，还有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呢，是被暴民杀害了。所以说这个要处决的方式的话呢，基本上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叫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孟加拉革命。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呢，这个在吹牛，要对于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加25%的关税，对不对？那个川普自己的那个关税的话呢，马上就要被最高法院判非法了。这个还讲什么东西？那另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伊朗本身的内部啊，这个还是说有很多外在的原因会使他团结。比如说巴拉维的儿子就在那边叫嚣啊，希望他们能够把革命弄多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伊朗的神权的赫梅内伊的维持了啊，就是让他们内部更加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关心就好。不用太紧张。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在中东情势。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美伊现在正式进入开战的倒数。今天特别关注到是伊朗现在也在备战美军了，包括了现在集结的，据传达到了2000万来自于巴斯基民兵在做动员。另一方面，俄中会不会也在介入，甚至或许是在观战而已呢？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伊朗现在叫战，要打击可能最终攻击的目标就是美军的基地，而另一方面是真的已经要打起来了吗？因为美国跟澳洲已经在启动撤侨，从伊朗撤出来了。美军现在高度戒备，是否已经站在开战的门口？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是伊朗现在蓄势待发，准备了包括了2000万的巴斯基民兵，加上2000枚飞弹蓄势待发，和俄罗斯恐怕在这背后帮忙撑腰吗？伊朗有没有能力可以打击美军跟以色列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如果真的不幸开战了，双方开战，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角色会是什么呢？会出手相挺吗？还是冷眼旁观？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全面的解答。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放话了，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特别注意到是以俄语来警告华府，他说你的态度已经严重的失算了，过去美国你就因为误判受挫，未来你也将会因为错误的计划导致你再度的失利。而他这次特别使用俄语，也被专家分析说是在显示伊朗正在快速的向俄罗斯靠拢当中。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议员也开始警告美国了，如果你真的敢做军事上面的干预，那么包括你在中东的基地还有船只跟人员都会成为我们伊朗攻击的目标。这是来自于议长的最新说法，他说会让美军遭遇永生难忘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呢？我们从几个迹象来特别做观察。首先来看到美国跟澳洲的领事馆已经开始做示警了，空域随时可能要关闭，所以呢紧急发布了撤侨令。另一方面，白宫现在也发布了一个动员式的一个贴文，大写的字母是写着说，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美国，而我们现在才正要开始，这是第二个迹象。再来看到是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也现在不断的浮动，甚至是飙升当中。分析指出了，这是在美国在这中东地区的部署。他说，美军在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边已经部署了这一些先进的战机，搭配战舰，随时都会可能对伊朗地区发动空袭。而川普另外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面喊说要介入之外，
在经济上的制裁也正式的展开。他说，跟任何有伊朗商业往来的国家将会被课征25%的关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税也被专家嘲笑说，是不是你川普无计可施，所以只能打出关税战呢？我们也要来看到，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现在美国祭出了各种的军事武器，在做准备的同时，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准备包括了他声称拥有2000万的民兵正在动员，这个是巴斯基准军事组织，准备要来镇压这些抗议的群众，并且把这个矛头也对准了美国跟以色列。另外还准备了2000枚的飞弹。还有就是伊朗的国防部说啊，不只是他们自己内部有足够的武器，甚至现在还传出有量能可以做出口。他说，接下来其他的国家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跟他们买武器，而可以买伊朗的武器，包括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战舰，还有短程防空系统等等。而俄罗斯在这几天也被发现，他不断的往来德黑兰，是否在暗中援助伊朗呢？被拍到他的运输机不断的在这个德黑兰的附近，被猜测可能就是在提供军事的援助，或者是为最高领袖在撤离上面来做准备吗？我们今天看到伊朗不管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面都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而美国另外一方面，除了动武可能接下来的动武之外，制裁也在进行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了，伊朗这个快速的动员，还有包括他的军事武器都准备好了，还透过俄罗斯取得一些技术，代表他已经准备要对美以正式的发动攻击了吗？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中东地区的安全会如何发展？伊朗真的有能力打败美国跟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好，伊朗跟委内瑞拉情况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斩首，你也没有办法活捉那个哈米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坦白讲，这个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他们的那个防卫跟他们的一个保密的系统其实是蛮健全的。所以说，你如果美军或者 CIA 他们要得到先期的情报跟资料的建立的话，老实讲一句都蛮片段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在下手之前，他要考虑再三。去年6月他用 B2 轰炸机解决了一些伊斯法罕的那个地下核设施，那是用空中武力做得到。但现在你遇到的是伊朗的情势动乱，它已经衍生成为全国性的暴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看法他们的统计数字说，可能死亡人数已经上千了。但是我们就是国际媒体没有办法进到现场去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只听到很多周边的报道。那伊朗官方是说已经死了100多名安全部队，那你可以向上推的话，那平民死亡的应该是在这个5到6倍，所以我们认为是500-600人的平民死伤，这是可以被预估的，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直接去干预伊朗的内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就必须是要出动正规部队才有办法做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有人说美国在波斯湾、在中东当地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不要多虑没有航空母舰，我们还有这个 B1 轰炸机跟 B2 轰炸机，再来我们还有核子潜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针对性的目标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这是美国的强项。也就是说，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伊朗的神学就是说那个宗教政权的最高的指挥部，也就是说哈米尼他的住所或是他的开会的地点以及革命卫队这些将领所群聚的地点，这些资料美国全部都有。一次打击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端赖美国情报的准确无误与否。所以说，你既然美国在地中海上或者是在波斯湾上现在没有航空母舰，那并不代表美国就不能够出手干预，因为美国是全球的力量。所以就算是航空母舰上面的战斗机也没有办法飞那么远，因为从亚丁湾、波斯湾飞到伊朗境内再回来已经1000多公里了，这是战斗机的极限。所以需要轰炸机来做。美国最有可能就是出动
B1 结合 B2，两种飞机一起来对点式的精确打击，这是最有可能的。不然就是在海里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核子潜艇直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伊朗自己本身的防卫力量。伊朗还是跟委内瑞拉一样，它有 S-300，甚至有 S-400，俄罗斯最精锐的防空武器。那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伊朗空军可不是三脚猫啊！伊朗空军从巴勒维国王时代就非常有名。大家还记得1980年到1988年的两伊战争，伊朗空军打伊拉克空军啊，两伊战争，那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伊拉克空军根本不是他对手。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伊朗空军在40-50年前是美国人训练的，它是由美国训练的，所以现在它还保有 F-14熊猫战斗机，大家相信吗？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捍卫战士》那部电影里面，伊朗怎么样，他都想办法保存下了 F-14熊猫战斗机的战力。虽然现在大概只剩下50架，因为当初买了80架，然后伊朗还有很多美式装备，到现在还能用 F-4幽灵式战机、F-5战机，现在都能够用，所以大家就想说，原来伊朗是这么强的国家，对他的空军飞行员非常优秀，他绝对不是马杜洛的那个空军完全不上来迎击就垮掉的那种空军，所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空军非常强，但伊朗海军只有炮艇式的那个飞弹巡逻舰而已。那伊朗陆军的话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是用了这个叫做巴斯基民兵啊，他们现在坦白讲一句，他们没有养一支陆军，因为他们都是靠民兵。那伊朗其实他真的拥有的陆军叫做革命卫队，对，啊，他革命卫队的人数不超过10万人，那所以革命卫队其实老实讲，那是一种象征性保护什叶派政权的一个兵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实际的作战能量如何呢？其实外界不知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大概这个伊朗的陆军啊，没有办法跟现代的先进国家的那个国防武力来相比较，因为他们都非常封闭，而且不跟外界交流，所以他们的资讯坦白讲一句，都是我们外界很难知道的。那所以他这次靠那个巴斯基民兵呢，去镇压这场活动。听说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民。那这场暴乱是从2022年那个叫做艾米尼的一个22岁女学生引发到现在。讲句实在话，为了一个女学生她没有包好头巾而引发这么大的动乱，其实我觉得对于伊朗政权而言，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说，川普现在已经想好了计划要发动。我的感觉啊，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这几天就会进行很大程度的军事干预，而这个军事干预呢，可能会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美国可能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他在委内瑞拉树威之后，又在伊朗创造一次美国奇迹的美国胜利。对于川普的未来的连任他想要再连任，到底行不行呢？我看就看这一役了。好，中东战事一触即发，有没有可能伊朗成为在继委内瑞拉州川普下一个就即将要拿下来的地方？因为刚刚干哥也提到说，伊朗的空军特别的强嘛，那其实伊朗现在也在打一种心理战，甚至先发制人，他想要先攻击，在美军先攻击前攻击美军基地，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遭袭的话，美伊是否会跨过战争红线？大使又怎么看？美国如果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定点打击，然后呢是重要的这个战略，或者说的目标，包括除了这个核子基地然后重要的这个飞弹基地之外，要不然就是针对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涅，或者说是针对他的总统佩德西奇扬。那这些不是那么容易，那可是问题现在美国就一直在给他出兵找一个理由，看起来他是找到理由了。因为川普在前几天他就说，你如果伊朗你开杀戒的话，那我就要动武了。那现在呢，这个到底多少人死不知道，这个我看这个有各种数目BBC 是2000人，而且 BBC 把它讲得非常恐怖，说医院里面那个尸体都叠在那个地方，而且呢，
我这些家属去找到尸体的时候，每一具尸体还要花钱赎回，哎，那是人间炼狱，那可是问题又有美国的一个比较受到，就是说其他的 NGO 比较有公信力的。我不是说 BBC 没有公信力 ，BBC 前一阵子被抓到拿美国 CIA 的钱嘛，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个人权活动家的一个新闻社，他给出一个详细说，他说死亡人数538人，那么被捕的人数有1.06万人，那外界一般说这个数目比较可靠，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伊朗全国，伊朗有多少人口你知道？9000万人。而且伊朗的国土有多大？伊朗的国土跟我们中国的新疆几乎一样大，160万平方公里。我们新疆是166万，伊朗就160万。是，所以呢，它有30几个省，所以说有一半省份都陷入了动乱啊，有动乱发生。那可是呢，德黑兰最近有人住在德黑兰的这些外国的侨民，现在发回来的消息就是说，超商、银行、政府部门正常营运，然后呢，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没有大规模抢购的情况。那我也看到大陆这个相关媒体报了德黑兰的街头，还是上班时间街上都是车子。所以一个国家发生动乱，你可以找到点，因为西方的媒体拍出来很多大规模的抗议啊，纵火啊，爆炸啊，对不对？然后拿这个巴勒维时期的国旗拿出来，对，然后还有这个伊朗的国民军，2个国民军把这个巴勒维的国旗在地铁车站展出来，这些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哇，广泛疯传。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很普遍？不过事实上，伊朗是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点了，因为1月8号当天，伊朗的这个政府下了一个决定，叫断网。断网，甚至电话通讯都断了以后，看起来整个情势立刻就平稳下来了。那个时候很多内部的这些在抗议的团体向外界反映说，请你们赶快叫马斯克打开星链计划。对，然后那个也外传星链计划的地面接收器马上运去了3到10万个，可是呢后来又传出来说，没想到伊朗的这个电战能力那么强，居然把星链计划都把它屏蔽了。所以呢，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伊朗的动乱，起码西方要不然是找不到新证据，要不然是没有消息传出来，看起来好像态势比较平静。不过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次经济引起的，它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或者宗教团体在后面做长期的支援，所以呢，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一个出手的机会，那是不是还可以找到机会呢？那伊朗已经强烈反映说，你打我就反击。对，那现在就看川普打不打。是好，如果说川普接下来真的打的话，那接下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的角色又是什么？会支援吗？还是袖手旁观？那像这个又怎么看？我讲这次其实之前的动乱当中也查出说有一些枪支火药，那这个部分在伊朗那么严格管制枪支的环境，还有宗教教义的地方，无疑的一定是外来力量，那么也开始要介入，想要浑水摸鱼哦。如同刚刚大使前面所讲的，这可能当然也是前阵子美国或川普表达他要对伊朗动武，如果不是内部动乱的话。单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性的部分东西，其实恐怕不见得是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其实这次确实在伊朗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前危机哦。那到底能不能怎样？到底会不会整个伊朗崩解？当然，在欧美的媒体里头都在看衰，哇，你要崩解掉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有透过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因为所有的这些的混乱都是扩散。所以，当你网络真的一断了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干嘛，你连自己的同路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联系上，所以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这一招。不过，我们还是看到说，这个东西你说能够解决吗？我不认为，因为要知道这次的动乱它太深沉了。它是从民生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会里头，它的货币贬值到难以想象，所有的东西贵得离谱。他们现在讲说，普遍来讲，一般吃肉的部分，从每个礼拜可以吃2次到每个月吃2次。那所以这里头包括它的货币的一直改变，所以这种民生核心的崩解，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现在只是暂时的止缓而已，它并不会就平静了。因为要知道，这一次还包括伊朗整个产业的坍塌，因为你的石油各方面的出口都没有办法卖钱，因为被制裁了，不止石油都被制裁了，所以产业其实是这一次企业界是最早出来上街头抗议的，然后民众各方面加入，后来甚至连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加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伊朗其实在先前经历以色列战争，按照道理，民族主义会让大家摒弃里面的问题，不是吗？但你会发现这一次竟然没有哦，而且穆斯林的这个军事宗教性的控制或者这种把持，其实这一次也坍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暂缓，但这种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俄罗斯呢，他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他能做什么做的有限。因为中俄对于对先前对以色列的部分支持，它就是大国的支持，政治、军事、经贸的支持，碰不到民生问题啊。相较于过去美国来说，美国就是跟伊朗敌对，它的情报战，它就深入基层、民间、学生、企业各方面，在里头煽动。那川普现在虽然没有像过去美国之音已经被停掉了，没有办法接煽动，可是伊朗已经是自己内部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这次会感受到，如同委内瑞拉一样，大国友好的合作，通常友好的关系，情报战做的就不会像美国敌对的关系，情报战做的这么细密，所以支持的程度对于民生社会，中国、俄罗斯就碰不到，碰不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次伊朗跟委内瑞拉会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整个它的联盟关系，包括情报的核心，我认为一定会重建。